过了一会儿，蓝忘机又感觉有个柔软的东西贴上了他的嘴唇，顶开了他的牙齿，探入他的口腔，笨拙朝里舔弄着，似乎很急切，却又不敢太放肆。这感觉他并不陌生，这是一个吻，这个吻和记忆中一样温软清甜，像一碗沾了蜜的山泉，直到唇舌之间开始传出一阵阵让人脸红心跳的水声，他才从震惊中反应过来，这过于真实的触感并不是梦境，他真的在被人亲吻。蓝忘机睁开眼睛，一把握住了身上人的肩膀。魏婴。魏无羡半眯着湿润的眼睛看他，脸上一片潮红，嘴巴微张，额发乖巧地垂下来贴在脸颊上，他卷翘的睫毛轻轻颤抖着，眼尾因为醉酒或者情欲烧得有些发红。蓝忘机发现两人接触的皮肤都跟烧起来一般，烫得吓人。面前之人的确是魏无羡，可是黑暗里蓝忘机的目光又是阴沉又是闪烁。我好难受，蓝湛。魏无羡眉尾下垂，看起来委屈极了。我好难受。听到这声音，蓝忘机呼吸一滞，心脏好像被人捶了一拳，震动酥麻，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两人距离极近，他的脸颊正挨着魏无羡的发丝，轻轻柔柔的，有点痒，伴随着颤抖，一下一下搔着他的心。淡定如蓝忘机也被眼前的状况弄糊涂了。魏无羡看着迟迟不动的蓝忘机，不明白为什么在梦里放纵也变得不如他意，见蓝忘机抿唇不动，一副不知所措的模样，便俯身趴在他的颈侧，将张开的嘴巴凑近他的耳朵，不断将夹着热气的呼吸声传到他耳朵里。蓝忘机从魏无羡靠过来的时候，整个人都绷起来了，耳朵飞上一片红云。他狠狠闭住了眼睛，抓着魏无羡肩头的手不断颤抖，似乎用尽了力气，挣扎万分道：魏婴，你……魏无羡似乎是嫌他吵，干脆堵住了他的嘴，牙刃稍稍用力地咬他的舌头，催促他做出反应。蓝忘机就这么全身僵直，一时间推也不是抱也不是，难以置信任他亲吻索取。那边魏无羡似乎已经放弃他主动了，一而再的被打断，让他有些恼火，见梦里的这个蓝忘机怎么也不肯动，便干脆解了自己的腰带。异样甜腻的喘息声引起了蓝忘机的注意，他缓缓睁开眼睛，当他看到魏无羡在做什么的时候，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他用力将魏无羡推开半壁的距离，沉声道：魏婴。魏无羡皱眉嗯了一声，嗓音里揉杂着情欲。魏婴黏腻缠绵，显然已经完全失去了意识。蓝忘机被他磨得气血翻腾，身体快要烧起来了，他尽可能的保持冷静，迅速的思考了一下所有可能，结合对方唇齿间淡淡的酒香，聪明如丝，很快就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你是不是又喝酒了？言语间吐息热乎乎的喷在魏无羡耳边，魏无羡咬着自己柔软的嘴唇，面色潮红的看着他，显然什么都听不进去。咕啾咕啾的水声和绵绵的喘息声无时不刻的提醒着他们俩现在是什么状态，在做什么样的事。魏婴，你醉了。蓝忘机握着他的手腕，别这样。他的语气并不是那么坚定。魏无羡又往前靠近了些。为什么？你忘了？会这样？他顿了顿，很正常。伴随着魏无羡无意识的呓语，那晚的记忆重新占据大脑。当时半梦半醒的他大胆地拥着魏无羡，双手在他身上游走，他们歇斯底里地向对方索取纠缠。那些记忆如此疯狂迷乱赤裸，他怎么可能会忘呢？蓝忘机几乎忍无可忍，他猛地翻身将魏无羡压在身下，拿开他的手，强迫他看着自己的眼睛。没有。就是因为没忘，所以记得后面有多么心凉，多么失望。只要喝醉了就可以。他的声音因为身体过度紧绷克制，显得沙哑低沉。魏无羡喘着粗气躺在蓝忘机身下，懵懂地看着他。他那双眼睛十分漂亮，盛着笑意的时候看上去温暖而亲切，可是此时那双眼睛里满是醉意和属于男人的欲望，一眨不眨地盯进蓝忘机眼眸深处，无言的渴望让他头皮发麻。魏无羡听到他的话，愣了一会儿，然后轻轻笑了，那笑容里竟有几分天真。真奇怪，梦里的蓝忘机也要这样问他，答案不是很明显，就算醉了，梦到的还是你，只有你。蓝忘机看他笑了，心脏像是被狠狠钝击了一下，痛得叫他说不出话来。他想起来之前在云平城时，魏无羡曾对他说过的话：男人这样很正常，你别往心里去。
我也差不多酒醒了。那种劈头盖脸的寒意将他身上不正常的热意迅速浇灭了。蓝忘机心道，果然，这只是魏婴醉酒后的行为，也许有意，也许无意，但和是否喜欢他并无关系。想到这里，他松开了魏无羡的手，深深地叹了口气，突然感到无比挫败。他是个对感情认真而克制的人，所以当他喜欢上魏无羡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自己掏空了。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全部的喜欢和期许倾覆一人。在他心底，自然也曾渴望过有一天能和自己喜欢的人相知相爱，白首蹉跎。可逐渐附上身的寒意提醒着他，他现在拥有的只有模糊暧昧的关系，温馨安宁的假象，一时的激情和放纵，但这已经是魏无羡能给他的极限了。好像对方明知道他喜欢和渴望什么，知道就算在里面掺了毒，他也会心满意足地吃下去，而他真的会伸出手，冒着肝肠寸断的风险，只为那片刻的甜美。事到如今，他已经分不清为此饥肠辘辘的自己和吃下毒药的自己哪个更痛苦。他只知道他不能要，一旦要了就再也回不去了。魏无羡看着空荡荡的房顶，似乎不明白热源为何远离了他，心里本能地感到不安，张了张嘴，发出无意识的呼唤：蓝湛。蓝忘机如梦初醒，急忙在魏无羡腰上轻轻一拍，然后魏无羡就歪倒一旁，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许久，屋子里的动静才重新响起。蓝忘机从床上坐了起来，给床上的人盖好被子，借着月光引入夜色。清晨的一缕阳光从窗棂照射过来，洒在魏无羡的眼皮上。他缓缓睁开眼睛，下意识地用手遮挡了下刺眼的光。很快，头痛欲裂的感觉席卷而来，这是喝多了宿醉的后遗症，同时也伴有欲火无处泄的躁郁。魏无羡足足缓了1刻钟，才睁开眼，看清眼前，天亮了，梦醒了。他下意识想开口，却发现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恢复清醒的大脑里闪过无数的片段，激烈刺激的热吻，耳鬓厮磨的纠缠，欲与欲的直接冲撞，包括唇上因为过度摩挲而微微酥麻肿胀的感觉，都在提醒他昨晚发生的一切。魏无羡身子僵直许久，才发出无声的哀嚎：啊，完了完了完了，我竟然……魏无羡将脸埋进被子里，狠狠地挥了2拳，似乎想借此发泄什么，但绵软的被褥只发出沉闷的回声，藏不住他满脸的羞愧、懊恼。怎么办？昨晚发生的一切竟然是真的！明明云平城那次后，他就警告过自己，绝对不能再犯这样的错。可是昨晚他竟然又……要不怎么说，永远都不要觉得现在的处境就是最糟糕的，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未来有什么等着你。现在他该如何解释自己偷偷拿蓝忘机做那种梦的对象，还会对他有反应的事？非但如此，他还对蓝忘机甚至有着更赤裸更下流的想法。如果昨晚蓝湛没有醒来，后果不堪设想。蓝湛会不会觉得我是变态？魏无羡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心里一片悲凉。蓝忘机那样的人，出尘脱俗，循规守矩，唯独跟他在一起，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调戏轻薄。纵使关系再好，人也有自己不可触犯的底线。上次他尚可糊弄过去，那这次呢？以前他总爱拿怎么追女孩子来调笑江城，但实际上蓝忘机是他喜欢的第一个。此情此景，他比谁都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他一直自诩洒脱自由，2辈子没对什么东西产生过执念，因为对他来说，大部分东西他都不感兴趣。曾属于他的，他弄丢了；不属于他的，他不稀罕。只有蓝忘机，只有这个前世与他两相对立，水火不容，今生又对他处处相护，不离不弃的人，让他充满感激又产生强烈爱意和倾慕的男人，他永远无法割舍。如同昨日江城都能看出来，而他却不愿深思的问题：他和蓝忘机到底是什么关系？加入本频道会员，听更多完整版小说，感受望线如何实践天天就是天天。